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马建屋。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马建屋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马建屋 Malaysia Building Society Berhad， 简称 MBSB， 是一间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主要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 MBSB Bank 进行金融相关的业务活动。MBSB 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回1950年，当时的名称为 Federal and Colonial Building Society Limited， 在新加坡成立，是马来亚领先的房贷金融机构，其资金是由 Colon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赞助。顺带一提， Colon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是一间由英国政府成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协助英国殖民地发展农业。到了1954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为了主要股东，并在2年后的1956年将公司改名为 Malaya Borneo Building Society Limited， 简称 MBBS， 以将业务扩展至东马地区。MBBS 于1963年8月在马来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到了1965年，由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 MBBS 进行了重建，并于1969年成立了 Singapore Building Society Limited， 然后将新加坡的业务转移出 MBBS。1970年3月，马建屋 MBSB 在马来西亚成立，并在接下来的2年内将 MBBS 的业务重组和移交给 MBSB，MBBS 也变成了 MBSB 的全资子公司。2个星期后，也就是在1972年3月14日， MBSB 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1171 MBSB。 虽然不属于银行或金融公司，但是拜特殊法令所赐， MBSB 从1970年成立以来一直可以从事借贷业务。2009年2月，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ato Seri Ahmad Zaini 走马上任后，开始有了扩大业务的想法，希望能在金融领域里占一席之地。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MBSB 在2014年开始整顿资本架构，以符合国家银行所设定的最低资本率要求。另外， MBSB 也一直物色合适的银行来进行合并或收购，期间分别和 RHB 银行、CIMB 集团以及 Muamalat 银行进行洽商，不过都是以失败收场。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MBSB 在2017年11月与亚洲金融银行 Asian Finance Bank 达成协议，以6亿5千万令吉收购亚洲金融银行的全部股权，并将其更名为 MBSB Bank Berhad。目前公司正在推动内部重组，以便使旗下的 MBSB Bank 成为控股公司，以取代 MBSB 的上市地位。MBSB 的核心业务是作为一家金融机构，以从事存款和为购房者提供贷款。目前在马来西亚各地拥有22家分行，其他业务部门则包括物业发展、物业出租、酒店运营和投资控股部门。MBSB 的金融机构部门是负责处理银行业务以及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包括零售银行、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和回教银行。零售银行是指银行向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银行业务，服务对象是普通的大众和中小企业，通常是透过银行分行、自动汇款机以及网上银行等交易。商业银行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和承担信用中介等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吸收公众存款，向企业或公司发放贷款，以及办理票据贴现等。贸易融资是公司用于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使进出口商可以更轻松地通过贸易进行业务交易。回教银行也称为伊斯兰金融，是指遵守伊斯兰教义的金融或银行业务，主要的特点就是收益和亏损的分担，以及贷方和投资者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在2019财政年，金融机构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98%以上，是公司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MBSB 的物业发展部门主要是发展住宅区和商业区，大部分由旗下子公司 MBSB Development Sdn Bhd 负责运营。这部门在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开发了多项工程，已完成的工程包括在关丹的 Indra Mahkota 2、马六甲的邦沙布里 Peringit Indah、蕉赖的 Desa Bukit Cahaya 等等。除此以外，公司也在 PJ Central 购买了一栋27至30层的办公楼，并命名为 MBSB Tower， 用来增加企业的形象、身份和存在感，以及安置子公司于一个屋檐下，从而达到更高的运营效率。目前的 MBSB Tower 还在兴建中。虽然这部门发展了多项工程，但是其中的盈利却不多。在2019财政年，物业发展部门只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不到。MBSB 的物业出租部门主要从事翻新、营销以及出租公司的物业活动，是由旗下子公司 MBSB Property Sdn Bhd 负责运营。但是由于这部门的收入是来自公司的其他部门，所以收入会规定在分部间营业额，而不是在主要营业额里。MBSB 的酒店运营部门是经营包括出租酒店房间、销售食品和饮料、维持环境卫生以及维护设备与设施等等。公司旗下的酒店有由 Ombak Persaka 经营着的 Hotel Legacy Protection 和 Sigma Price 经营着的 Avillion Legacy Melaka。Hotel Legacy Protection 是一家2星酒店，位于海边附近，室外拥有游泳池以及娱乐和休闲设施，室内则拥有餐厅、会议室、宴会厅等。至于 Avillion Legacy Melaka 是一家4星级酒店，位置位于历史名城的中心，靠近旅游景点、博物馆和购物中心。酒店的室内拥有舞蹈俱乐部、休息室和泳池酒吧等等，另外还可以预约到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进行活动。只不过，公司在2019年12月把这间酒店出售了，现在已经改名为 La Crista Hotel。酒店运营部门的贡献值也是不多，在2019财政年也只是贡献了总营业额的 0.18% 而已。MBSB 的投资控股部门是负责融资和筹集资金项目，由旗下子公司 Jana Capital Sdn Bhd 负责运营。其中一项集资项目就是发售具有担保的回教债券，发行总值最高为30亿令吉，并将会分期发售，首批发售的总额为5亿令吉。在2019财政年，投资控股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MBSB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MBSB 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7亿2722万令吉微涨了2%至7亿4141万令吉，净盈利则由盈转亏，从去年的8383万令吉下降了187.4%至净亏损7325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是由于公司的金融机构部门的收入增加了，主要归功于较高的固定收益利润和出售投资证券的收益所致。至于净亏损的出现，是因为公司采纳了大马财务报告准则 MFRS 9，所以出现较高的贷款减值费用。这个贷款减值是公司预计无法回收的债务，也就是 Expected Credit Loss。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0.28% 至508亿832万令吉。首先可以从表中看到的是公司的资金，这里又分为流动和非流动资金。流动资金主要是在手头上或银行以及1个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中，占了20亿令吉。而非流动资金就是存放在投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多数为1个月以上到期的，有大约10亿令吉。另外，公司也把很大部分的资产放在金融性投资里，比如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公司债券和存款证等等，占据了差不多 25% 的总资产。而公司的最大部分资产就是用在放贷和融资方面，
占据了总资产的65%以上，主要是在个人贷款和房地产融资，大部分期限为5年以上，以及以固定利率占多数。目前只提供给马来西亚地区，其他的资产是属于小型资产，影响力不大，所以这里我们就略过吧。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也增加了 0.68% 至423亿544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总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客户存款，而当中的大部分存款是来自于回缴商品的定期存款，以半年至1年内到期为多数，由政府和法定机构以及商业企业所提供。其他值得留意的就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款和配售，也就是名为 Tawarruk 的一种销售合同，共持有这公司的28%总负债。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 38.48% 至10亿6525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入减少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季度的税前亏损所致。还有就是，虽然营业资产中的现金流由支出转为流入，但是营业负债的现金流却比去年大幅度暴跌，导致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减少了1/3。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从去年的10亿2051万令吉减少了 0.98% 至10亿1122万令吉。对比去年的同个季度没有多大的变化，公司一样照常的把资金用于金融投资上。Financing Activities 也是处于现金流出状态，从去年的4652万令吉进一步扩大至7912万令吉，负增长了大约70%左右。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支付了一笔资金用于贷款追索，导致了现金流出量扩大。贷款追索是一项法律协议，意思就是，如果借款人无法履行债务义务，赋予放款人拥有权利来抵押借款人的抵押品，以弥补尚未偿还的债务。总结来说，以目前的世界经济行情来看，银行业和金融领域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纷纷业绩下滑，还有日益严重的中美贸易战和国内政局，以及国内失业率恶化等，皆会形成连锁效应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只不过 MBSB 银行将在不久后正式成为完全符合回教教义的银行股，到时不只可以为目前占多数的非回教客户提供服务，也能提供回教金融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回教客户，可谓是一石二鸟。另外，由于延缓偿还贷款的6个月时限即将结束，相信 MBSB 的业绩也会逐步恢复。以现在的股价而言，虽然还不是历史新低，但是也算是10年新低了。加上 MBSB 的10大股东有 EPF、Maybank 和冷眼前辈坐镇，必定存在其内在价值，或许正是长期投资者们值得考虑的一间公司。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